月球有水吗？在宇宙真空的状况中，你认为月球会有水的存在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说，月球在宇宙中，月球没有空气、没有大气的时候，应该不会有水的存在吧？不过，科学家一直以来都认为月球上有水的存在，特别在这几年，有许多的证据证明了月球有水的存在。最早在2008年的时候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有一个月球探测器，这个月球探测器的名称称为月船1号。月船1号的探测器在探索月球的时候，发现了月球的南极的地方可能有水分子的存在。随后，美国 NASA 太空总署在2009年的时候发射了一探测器。这个探测器跟一般的卫星探测器有点不太一样。在我们的认知传统上，一般的探测器会像卫星一样环绕在月球的表面，利用它的侦测器或利用它的仪器来做月球地表上的状况的侦测。而这个探测器呢，跟我们通常的卫星探测器用的方法不太一样。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，它用撞的。科学家利用它来撞击月球的表面。探测器撞击月球表面以后，撞击时所喷发的物质 ，NASA 科学家在其中也发现有水的存在。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，证明月球可能有水的存在。同年 ，NASA 正式的宣布，结合了月球1号探测器和卡西尼号的证据，都可以指出月球有水的证据。不过，这些证据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，这些证据都来自于光谱以上的证据。光谱以上的证据，水和一些化合物的光谱会难以区分。所以，到底月球上的物质是水还是其他的化合物呢？这可能就要亲自到月球上取得样本才会知道了。所以，要怎么取得样本呢？在2023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后年 ，NASA 计划将一个月球车送往南极的月球表面，利用这个月球车来寻找月球是否有水或冰的存在。这个计划可以简称为5个英文单字 VIPER。VIPER 其实就是 NASA 所开发出来的月球车的名字。它会降落在月球南极的某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永久阴影区。科学家希望这个永久阴影区的地方可以有一些冰或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探索月球的资源。这种表面性的冰或水有什么用途呢？这种表面性的水其实可以当成一种未来性的资源，例如作为太空梭的燃料成分之一。到现在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任何的探测器直接降落在月球的南极，所以2023年的时候，可以说是第一次人类探索月球的南极。如果这里有冰或水的存在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冰或水来探索太阳系所演化的状况。因为这些冰或水可能存在了几十亿年，它应该会有一些资讯提供我们了解这个整个太阳系的存在。而这个月球车如何去找水跟冰呢？ NASA 表示，这个月球探测器会利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水或冰，甚至这一个月球探测车也有可能用着地的方式来取得样本。非常特别的是，这个 VIPER 的设备呢，它可以着地大概1公尺深，它可以取得月球上土壤或冰的样本。其实近几年的月球探索，除了美国之外，还有许多国家都在大量进行着，像是中国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南韩这些国家，其实都在做月球探索的任务。在美国，它有一个宏大的目标，它的目标就是在2024年之前会将太空人重新送往月球上，并且它预计也是降落在这一次所侦测的附近，月球南极的附近。在2024年之前， NASA 将会先把一个机器人团队先送往月球，其中就包含了这一个 VIPER 月球探测车。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月球南极表面做地面型的探索。VIPER 预计会降落在月球上的一座山的附近，这座山称为诺比尔环形山。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图，
这个就是诺比尔环形山的地方。VIPER 预计会在100天内航行大约25公里的距离。这个航行中可能会边探索一边挖掘月球的表面，看看是否有冰或是水的存在。而 NASA 的科学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点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的地形。这个诺比尔环形山在科学家的评估中，它的地形应该可以让我们的月球车轻松地穿越这个地区，并且它在日照的地方有足够的阳光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月球车是利用太阳能提供日照的，利用它来充电，它才可以继续进行在月球上。诺比尔环形山除了日照之外，它也会有阴影处。以目前的科学证据，可能有冰的存在，这也是选择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当然，有许多科学家会怀疑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冰，不过 NASA 再三强调，他们会选择这个地方，表示这个地方非常有可能有冰的存在。所以月球上真的有冰吗？这个就有待后年2023年时我们就会知道了。以现在科技，月球车会被送上月球作为探索，相对于火星车的控制非常的遥远，月球车说不定可以及时的观看月球上的状况。到时候你就会发现，我们离电影中的太空世界越来越近了。何况在2024年时，还有可能会有太空人会被送上月球。当月球充满了月球车跟太空人的时候，未来会不会产生新的发现或新的殖民，就有待我们未来来观看了。探索宇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之一。宇宙这么大，我们超级小，到底宇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接着看下去吧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关于宇宙、关于自然、关于生态、关于科学。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